大家好，我是来自宝岛台湾的历史哥李修。大家好，我是来自宝岛海南陪你一起看世界的王潇。大家好，我是观察朝鲜半岛的 Phil 张哲。欢迎来到视频播客。岛再加一岛连线啊，其实是2.5岛连线，不，45路也是3个岛，岛连线啊。好，今天这期非常特别哦，因为肖哥带了一个新朋友，肖哥。对，这是一个新朋友，但是呢是我的老朋友了。就我跟那个张哲其实认识非常非常早，张哲他最早是在那个韩国那边留学的，就是在学国际关系这相关的这个问题。然后呢，回国之后呢，他在那个韩领馆工作过一段时间。恰好那个时间是属于叫做文在寅跟中国属于蜜月期的时候。等到这个尹锡悦这个上台了以后呢，就是越来越抽象了，他也就离开了。他现在呢自己一边在做这个韩国或者日韩方面的这些研究，然后呢他同时呢还在经营自己的一个播客，叫做正文三台。对对对。然后呢他同时还是这个四川师大日韩研究的一个研究员。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想要聊一下这个韩国方面的问题，因为最近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已经有10分钟没有听到黄金时代的故事了，所以我们要请张哲过来也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是说韩国这个股市，很多人我们能够看到就是韩国股市的情况叫做暴涨一会儿暴跌，但是呢暴跌完了有的时候呢又会再暴涨，而又在暴跌，大家就开始疑问啊，就是说韩国这个股市到底怎么回事啊？然后同时说这个韩国人怎么炒起股来这么疯啊，有点好像这个自杀式这个炒股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好像今天涨了我就这个潇洒了，然后呢明天跌了我恨不得要去跳楼了，怎么老是要这个样子？所以说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从这个国际关系的角度，然后呢能够给出一些见解和观点，但是我更希望呢就是一直在关注韩国问题的张哲可以给我们一些更加一线的观察，因为你毕竟一直都是跟这个韩国那边的很多朋友有这样的交流嘛，而且你自己在韩国读过书，然后平时也经常去韩国那边访问考察，所以我们其实也是想要多多的了解一下这块。然后另外一块就是说历史哥，其实呢这个韩国股市跟咱们这个台湾地区啊，就是一体两面，就大家呢就总有点就 all in 的智慧，而且呢都是1到2个公司一下子呢就是占据了这个经济体很大很大的这么一个比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这几个公司一下子呢就好像把这个社会很多的这个能量啊资源啊都抽走了，然后它本身又代表了这种社会里面的一种你说自豪感也好，或者一种焦虑也好，所以我觉得呀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啊。那我们就从这个张哲开始，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因为你最近不是也见了几个这个韩国的朋友吗？最近见韩国朋友就感觉他们的心情有很大的起伏啊。我最近见了一个就是韩国的也是相关人士嘛，上一次见他是6月份的时候，6月中的时候其实是韩国 Kospi 指数最高的那个时候，黄金时代嘛，我记得很清楚。然后也是我的大哥嘛，然后一个大哥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哥就说你必须要买股票啊，你张哲你不投资是不对的，现在就是一个投资的时代啊，我建议你每天都买一点，就是讲各种各样的这个投资方法论。就是我当时是真的有体感，我说韩国这波股票真的是涨得很好，就我那个6月份的时候碰到的那些韩国人全部都是喜笑颜开的，都买了嘛，然后每个人都在说就是未来要怎么样，我已经投资了多少年了呀，就都是成功人士。然后我们现在录的这个时间点是8月3号嘛，然后我现在再去跟一样的人吃饭，就完全不一样的故事了，就愁眉苦脸的，就是说要去贷款了要就这个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韩国人的体感来说确实是变化非常的大。所以为什么我们中文的互联网里面大家看到就韩国它波动很大嘛，那就像你刚刚讲的为什么会波动那么大，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 Kospi 的指数，它的波动从李在明上台之前的可能2000多点，然后涨到了今年年初的5000多点，后来涨到6月份的9000多点，然后现在又倒跌回来。我们讲是讲 Kospi 指数，其实我们主要讲的就是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因为整个的这个股市里边超过50%的这个价值都是在这2家公司，然后韩国人买也是盯着这2家公司在买。就 Kospi 指数里边可能有900多家公司，但是其他的那些公司呢，它都不一定是有竞争力的，不是韩国人所关心的。那当你只关注这2家公司的时候，就半导体这个领域里边一点点风声就会导致这个股价暴涨或者暴跌。这个就是解读了为什么我们大家就是觉得为什么会一会儿就是暴涨一会儿暴跌，因为你看其实就这2家公司，其他的公司其实不在大家的关注范围之内的。所以大家其实说所谓的这个投资和炒股其实就是炒这2家公司，它主要的就是围绕这2家公司，还有一些韩国的它半导体的一些供应商在它这个生态位里边的，但其实最主要就是这2家公司。就甚至于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公开的信息说一开始可能他们的占比是40%多，
就这2家公司占 Kospi 的占比，然后后来涨得多的时候是已经超过50%了嘛。最近听到的消息就是说，人家买进去都是买这2家，就最高的时候是超过70%都是他们。当然这个信息是听一些业内人士在说，但是我觉得就是至少说超过50%的时候，你就知道大家都在买这2家公司了。那这个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看到，比如说7月底的那个暴跌，它那个暴跌很明显是跟那个中国的长鑫的上市有时间点差不多的，对，时间点差不多的。7月28那天跌的。对，我们知道长鑫是7月27嘛，就是我们知道那个买股票其实是买一个预期嘛，就这个事情其实没有发生。当所有人都说这个东西肯定会涨的时候，就大家都涌进去嘛。但如果说出现某一些事情，说这个预期有可能是错的，那你现在这个股价真的可以表现出，比如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趋势吗？万一它出现一个竞争者，这个谁都不知道嘛。虽然现在你问所有的专家，所有的专家都会说韩国的半导体跟中国的半导体还有3到5年的代差，3到5年之内中国半导体是赶不上的，但这个谁可以保证？谁都不知道。然后包括说对于人工智能的需求是会持续的增加，因为不是有很多的那些数据都在说，全世界只有少部分的人现在在用人工智能，大量的人连人工智能长什么样子都没碰过，所以这个市场是无限的。对于 HBM 的需求现在还早，那这样子的一个预期，如果现在碰到比如说 Meta 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个美国公司，他突然之间他如果出来一个消息，他说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中心我们有可能就投资太高了，我短期之内先不做。但凡出来一个这样子的消息，就会导致韩国会进入非常大的恐慌，对吧？因为它这个现实跟它的对于未来的预期是相违背了。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韩国的这个股票它已经涨得太多了，我们刚刚讲了嘛，2025年李在明上台之前它只有2600、2700，现在涨到最高9000多，即使现在是跌了，其实也是6000多点。李在明上台之前他的预期是什么？他的预期是我涨到5000点就可以了超速完成任务。对啊，李在明的说法是我上台了之后我一定要让 Kospi 涨5000多点，就这个是一个已经超级正极了。为什么？就本来只有2500都不到吧，你都翻倍了，现在你看涨成什么样子了。本来要打低地轨道，这一口气打到这个同步轨道，打到月球上去了，更远了。所以它涨成这个样子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并没有预期到的嘛。我们刚刚讲是2025年嘛，到了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风向就开始变化了。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大家开始知道嘛，就是人工智能这个东西是真的，对于 HBM 的需求是真的。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开始韩国的政府内部就开始放消息出来，就说我们股市可能今年还要继续涨，最高要突破1万点。就他的算法是他觉得全世界对于 HBM 的需求现在就只有3-4家公司在供给，然后最大的2家就在韩国，所以我们按照这个画的这个饼去算的话，那我这个起码要涨到1万点啊。就是他这一次的这个暴跌，那你比如说你在跟那个朋友沟通的时候，他给你的一个反应是，他说他现在准备去贷款了，他这个贷款要干什么？他贷款是过日子，还是准备说比如说暴跌了我再抄个底，然后呢我认为还能再涨回来？是这样的，就是很多韩国人就他如果是有房阶层的话，他手上的现金是哪里来的呢？就韩国有一个叫传世房，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我有一个房产，然后那个租户可以来住，你每个月不用付租金，但是你要给我一大笔钱，这笔钱可能是占这个房产价值的可能70%或者80%，我在你住的这个期间我拿这个钱去投资。这个房子本身是谁的呢？比如说房子是我的OK， 我租给你，你不用付租金。这个房子比如说是价值500万人民币的房子，你给我300万或者你给我400万，然后我拿去投资，盈利部分都是我的，你不住的时候我把这个钱还给你，相当于把房子做一种抵押的概念呢。也就是说那300万不是说给你了，而是压在你那里，压在我这里。这个是韩国特色的，就是全世界哪里都没有的一个租赁模式，你知道吧？租房金融化，我靠，可以的。对，就是很多韩国人是这样做的，就是我有一套房子，然后我呢就租给人家，然后我就拿了一大笔钱，那这个钱我就要投入金融嘛。OK， 是的啊。股市暴涨的时候，它肯定就跟着暴涨啊，对吧？我本金有嘛。那现在股市跌了呀，但是我比如说我房子租赁期限到了，我把这个钱还给人家，那我还不出来了，那我要去借钱啊。完了，这进一步放大了这杠杆。这种租赁形式是政府允许的，是吗？对，就韩国一直以来是有这样子的租赁模式的，你知道吧？好，乖，那我没有弄明白啊，就是韩国现在的房价水平是什么样？比如说在韩国买房的话，他这个首付要付多少？如果说一个人可以一口气给你相当于房价60-70%的钱，那他干嘛不去买一套房呢？就现在是这样的，李在明上台了之后，他做了一个措施，就是他不让大家去买房，他疯狂的限制就是你房子的买卖的贷款，然后会查你手上有多少套房。就这个是跟我们想象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你以前你觉得资本主义社会怎么会
限购，对吧？怎么会不让你贷款呢？只要你资格到就让你贷款嘛。李在明上台之后就做这个措施，就是你可能会看到为什么说一直鼓励大家把房子卖掉，然后投入股市，因为韩国的房价太高了，就韩国的房价高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就是年轻人他买不上房子。然后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跟什么低生育啊、老龄化都是有关了嘛。然后还跟韩国的投资有关，因为我们讲一个数据啊，就韩国人的资产里边3/4都是房产，只有1/4是金融。房产是流动性非常低的，如果全部在房产里边的话，它就会导致对于比如说高科技企业、对于先进制造业、对于这个什么生物制药、对于这些产业的投资变少。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过去看到 Kospi 指数一直很低。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韩国有一个话叫做 Korea Discount， 韩国折价，就是这个韩国公司即使是全球的范围来看是一家非常好的公司，就比如我们讲的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但是跟它体量或者它的营收差不多的一些美国公司，他们的股价更高，他们可以拿到的投资更多。大家都知道吧，我们讲了嘛， Kospi 指数你又让人家赚不到钱，然后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说韩国做主导的是什么？财阀公司是经营非常不透明的，它对于中小股东的股权的保护是非常差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我手上有钱，我怎么会去投股票呢？我不会去买，我不做投资，怎么做呢？我就去买首尔的房子，这个是一个正常人的想法吧？因为韩国5000万人，2500万人以上都是在首尔首都圈的，好的教育资源、好的医疗资源、什么好的各种基础设施全部都在首尔。其他的所谓的你听到的什么釜山呀、大邱呀、什么大田呀、什么士多啊，这些城市跟首尔根本不能比的。然后好的工作岗位、大企业也都在首尔。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如果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话，你肯定要搬到首都圈去，所以大家都会去首都。那首都就是房价越来越高，然后你搬到首都的人呢，买房子又越来越贵，那就导致年轻人又不愿意生小孩，然后这个老龄化、少子化的这个趋势就延续，然后大的公司呢又拿不到你手上那些现金流，这个对韩国整体的国家的竞争力是有影响。因为如果你最近看的话，你知道吧，韩国现在的总和生育率差不多是0.8嘛，差不多，在回升过后的结果了。这个趋势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对，东亚三兄弟现在都不太生孩子。就我们看媒体报道嘛，已经连着好几届政府了，从尹锡悦到李在明都说过，就是如果这个趋势延续的话，韩国可能会变成地球上第一个消失的国家，因为人口越来越少嘛。所以李在明为了改变这个趋势啊，首先就是要把高房价给打掉。高房价打掉，大家可以买房子，买房子的时候你可能会去生小孩嘛。把高房价打掉的话呢，钱流动到股市里边去，股市可以投资那些大企业，这个对国家总体的那个国家竞争力的发展是有用的。所以他不仅是刚刚我说他上台了之后做了这些什么对于房地产买卖的限制，他还修改了商法，就是要去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然后要让财阀的这个股权结构变得透明，运营管理变得透明。是的，因为我们知道以前那个韩国财阀他其实控制企业的方式，他并不是通过那种叫做股权上的绝对控股，交叉持股。对，他的那个其实财阀对每一个具体的公司其实股权比例并不高，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他是通过交叉持股，然后这样的方式，就是你单用嘴讲都很难讲明白他这个持股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持股方法。然后呢，他又不是说让那个集团整体上市，他是再把底下交叉持股的很多的子公司拆出来，然后扔到那个股市上面去，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反映它这个公司具体的价值。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为什么你怎么才能让大家，你说哎，我本来是手上有房子对吧，我现在限购了，然后我把这个房子卖出来了，那怎么样让大家把这个钱投到股市里边去呢？所以就会进行了这两边的改革。你看对于年轻人来说是这样的，我买一个房子我至少几百万吧，你得有一个首付啊，但是买股票不是啊，买股票的话我手上有一点点钱我就可以去买了。对，你可以买零股嘛。对，但是如果这个 Kospi 指数一直在2000左右的话，你跟他们说哎，你去买 Kospi， 那谁去买啊，对吧？他收益率太低了嘛。所以他上台了之后就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就说哎，我上去之后要推到5000，推到5000，推到5000，对吧？因为你只有在 Kospi 涨的那个情况之下，大家才会觉得啊，那我现在因为我持有房产，我成本太高了，又不让我贷款，然后很多的有可能以前用高杠杆买房的一些人，房子放在手上不产生什么利益嘛，那我实在不行，我就把这个房子卖掉，让这个房子回到楼市里边去，那房价打下来了，然后呢，跟年轻人一样的，大家再把这个钱投到股市里面去，因为股市里边可以产生价值嘛，可以产生收益。它本来的整个这套逻辑是这样子的，就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想法嘛。然后他运气还特别好，因为李在明是2025年6月份上台的吧，正正好好是这波人工智能的高潮，因为在那个之前没有人在说这个东西，所以他运气特别好嘛，就是一直涨，从他上台涨了1年，涨到今年6月份，他1周年，你知道那个时候韩文互联网里面说，哎，李在明是全世界最好的总统嘛，对吧？
暴涨了，大家都赚钱了，对吧？没有黄金时代嘛，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就这样子啊。OK， 好的。哎，那历史哥做一下对比，这个我们聊聊这个台湾股市啊，这个护国神山，但是好像不是一样的光景啊。护国神山依然存在，但是这个咱们的这个赖桑好像并没有获得像李在明一样的这个全球最好这个一把手的这样的一个桂冠哈。大家也知道，历史哥刚刚去这个我们赖桑的办公室前面抗议了一下，我们叫凯达格兰大道嘛，哈，这有些大陆的朋友就说这个叫做民主的展示场，就是我们但凡有什么问题，都最高规格的抗议就是要去这个凯达格兰大道，简称凯道上面去。对，我小的时候看是当年那个施明德带大家上街去围那个陈水扁，红衫军100万倒扁红衫军，当时的这个领导人叫陈水扁，所以当时他贪腐事件爆发之后，大家就上街。那这凯道它其实一直都是台湾这种大型运动的一个场合。那这一次刚刚爆发了这一波，我们在台湾现在叫毒瘤嘛，因为有这个 BAP 啊，就是苯偏皮，它是一个强致癌物，就是你在实验室里面那个小老鼠诱发它这个癌变，就是靠这个。那它只要是过度加热，就是烧焦了之后，它就会产生。所以它这个毒瘤里面这个超标的问题，所以大家呢就这个发现这个民进党政府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拖了3周4周呢，终于这个大家情绪爆了之后呢，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台北市长蒋万安啊，还有这个党主席郑丽文他们就号召，啪20万人啊就聚集上去了。那我刚好作为这个开场的这个主持，所以亲眼见证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温差啊。其实股市还在涨，这我们现在要挑战5万点啊。所以台股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6000点、8000点觉得很高啦，这发个没几年5万点、4万点，现在大概4万多。这前阵子跌破了4万吧，这算是股灾吧。但是这就又涨了啊。这录影的当下，这反正涨跌跌，其实跟韩国很像，而且台积电的这个占股啊，这个来到了40%多，而且是长期在40%以上好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台股指数变台积指数嘛，那所有的 ETF 啊，基本上就跟台积强挂钩嘛。比较有名的0050啊，像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分析师，也是一个证券网红，他的绰号叫泽泽。这个泽泽呢，就当众啊宣布说他要买1亿0050，然后一天赚了1000万。就像这种哈，相信泽泽这个财富打折，还是相信泽泽幸福不打折哈，这就看你自己决定啊。所以这有很多股民就现在就叫安泽基金啊，泽安基金啊。所以当分析师也这样炒作，然后大家这样炒作，然后最好玩了那个名言叫什么？当跌停的时候要怎么办呢？认赔杀出吗？不，你还有钱再加仓啊，加仓到最后它就会上去啊。所以这个是台湾现在股市，其实刚才听张老师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听着这个很多样态跟台湾有点像，但总觉得这个韩国这次分析像小朋友一样，因为台湾炒股已经是行之有年了，而且台湾的政府应对这个炒股啊的逻辑还是比较清晰的。基本上这个加杠杆的部分是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死过几轮了，包含08年的这个次贷风暴，在更前面的是有这个亚洲金融危机嘛，然后还有当2000年的这个互联网泡沫啊，就是台湾讲做这网络泡沫，这些其实经过几例的改革，一般来说台湾在这个加杠杆的人有，但是人数上没有到这么多，已经被市场教育过了。对。很早就教育过了。是的，而且有一个概念是，一般加杠杆在加的人，如果你拿出来讨论的话，大部分的人都会劝退啊，就说哎呀，你干嘛加杠杆呢？何必呢？哈。那当然这一波确实因为股市涨得太快，尤其是这个 AI 浪潮，由台积所带动这些科技股的爆发式的增长，有些做设备的都涨了好几倍了。好，所以不少的人确实有加杠，我身边就有人拿房子去贷款嘛，就加杠杆的一个部分。但是整体来讲，台股的基本面跟韩股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因为台积电在芯片方面的位阶跟目前 SK 海力士还有三星的位阶还是有不一样。三星其实一段时间跟这个台积电是竞争对手嘛，但是目前来说在制程方面台积电是比较领先，就是台积电相当于是也是吃了那个螃蟹，就台积电提早布局，就跟我们其实在开录之前我们在聊这个7巨头的股价啊，这美股7巨头股价里面，就 NVIDIA 天下无敌嘛。为什么？因为 NVIDIA 是这7巨头里面真正吃螃蟹那一个金铲子。对，金铲子。所以台积电它的基本面相对比较坚挺，大家就有一种信念，就是它跌了还会再涨。而且呢，前阵子我们知道在台湾有个风波闹很大，就台积电变成美积电，1年之内让亚利桑那多了一条产线。那大家本来很焦虑这件事，但后来发现，这个对台积电也许不是坏事，就它公司而言啊，不是说对台湾啊，因为它可以在全球地缘政治当中有一个降低风险的一个公用作用。就是它在进入美国市场准入的时候，它的这个顺畅性还是在。虽然这个川普一天到晚想打劫台积电啊，不过目前看起来，就台积电如果脱离了台湾这个牛马工程师的话，大概率是玩不转。因为我们发现去亚利桑那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
国工程师到处骂台积电叫什么呢？叫做血汗企业。大家可以去查，他真的评分是血汗企业啊。但是台湾台积电是超幸福企业啊，幸福到爆炸啊，大家都想去台积电。我所有去台积电的朋友都生了小孩啊，我很多同学都进台积电，因为我高中的时候读了半年自然组啊，所以我有很多好朋友都是去台积电做工程师的，而且大家挤破头都想去哈，就全部都生孩子，这很厉害。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温差，因为刚才有提到韩国这个生育的问题，台湾的生育问题比韩国还严重哦。如果大家有观察的话，就是说韩国可能从地表消失的第一个这个国家，那台湾可能是从地表消失的第一个省啊，这个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对，有这样的这个很惨的一个状况，因为台湾的这个生育率比韩国还惨，是还是大家拉不起来。但是就股市这件事情，因为刚才这个张哲在讲的时候，我很有感受，因为我身边所有人都在玩股票，就我是少数完全不玩股票的，因为我这个对于这股市我害怕我没时间搞，所以我就搞不明白就不搞了啊，我不明白的事情不做。但大家都劝我说赶快加仓，赶快加仓，我还真的被怂恿去开了一个账户，但我没有搞懂它的 APP 怎么运作，所以就算了，就去把它摆着。那这个里面有几个可以分享的点，就是说第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对比啦，就是这次会债也是等一下要请张哲跟我们分享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个韩国政府的决策为什么会如此的荒腔走板，如何放任这一些这个杠杆如此的爆炸，因为我们知道杠杆有个问题啊，好的时候你是非常好，坏的时候券商会止损，会当场给你断头的，断头是非常严重，因为我家里的长辈以前被断头过，当时还是靠着这个标会啊，台湾以前有这个所谓标会，就是大家凑的钱10个人集100万，然后第一个人把这100万拿走，然后再利息的按加利息的方式还钱给这10个人，然后再换啊，就轮流啊，这种标会的类似私人筹集这个信贷的概念啊，这个小范围的，现在很少了。我记得家里长辈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时闹到家里都快散架，有些话不好说啊，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啊。但后来当然挺过来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个对比，就台湾确实有政府也在鼓励炒股，年轻人都去炒股，而且开放零股、散股，还有另外就是大量的推荐大家去买 ETF， 反正各种玩法五花八门，但原则上来说不太鼓励去加杠杆，这个是一个点。第二个，台湾股市的活络程度是比韩国早了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台湾人虽然也是重仓持有房地产，但是绝对没有占到个人资产的3/4那么夸张，大概率是一半。如果在台北来讲，中南部的话再略小一点，因为中南部房价低嘛。那另外就是台湾的人口集中度也没有到韩国这么的夸张，台湾有2300万的人口。那在北部地区的话，这个我们一般讲北基桃这样子一个北部的都会城市圈的话，最多大概在800万人左右哦，就说这完全的这个，那比例起来最多你说很广义的讲1000万好了，就1000万那个是算的很广，但也不到一半，这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基本上大概再少一点，大概这个你看台北大概200多万嘛，然后新北400多万，然后加这个基隆再加这个大概加起来800万左右是差不多的，所以其实比例上还是有一个差异性的存在，所以它的这个房地产虽贵，但贵主要原因是因为台北太小了，因为台湾这个地非常的小，我们只有36000平方公里，那全部缩在这个台北盆地里面。我没有玩股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背了2间房子，这个房贷压的我也是压力山大，所以这个是一个点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多数来说，因为少子化的原因，所以台湾的状况就是台北很多人其实家里都是有房子啊，尤其像中南部我同学都直接躺平啊，他在那个检测大厂 SGS 上班嘛，然后就每天就是滑手游，也不结婚，也不交女朋友，就是每个月花3/4的薪水氪金。我说你这过也太爽了吧？他说因为我阿嬷留了3栋房子给我。我是长孙，因为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是很多台湾年轻人的其中一种心态，就是虽然家里不见得是最好的那个家庭，但是兜底的话，反正有个房产能够住，然后赚的薪水基本自我花用啊，所以这也造成了就年轻人炒股的部分，就是你看他如果不氪金的话，就去炒股了，他就闲钱嘛，所以他有这样的概念。那炒股在台湾社会里面呢，这个目前开户都破1000万户了，也就是超过1半人口，可能比韩国的更严重。可是在这个里面，因为政府政策还是有一些差异啊，而且这个是社会的普遍的一个状况，所以可能跟韩国的状况有比较大的对比，但是一些形态上确实接近，比如说科技业重仓，然后里面头部是极头部，台积电一个人的市值就他是第1名嘛，后面2到9名加起来都没他多哦，这么的夸张啊，就是他所占的这个在台股的这个比例里面份额是这样。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台湾虽然也有很多的大企业，刚才张哲在讲那个就是包括肖哥刚才提到说这个他们怎么去控股的，这些财阀怎么控股，其实台湾的传产一些头部的产业，他们控股也是这样，家族之间联姻，透过交叉持股，然后后面用杠杆的方式，它其实占总持股不多，但是它可以透过层套皮公司嘛，不断的放大股本的方式，就杠杆的方式，它去抓住这些股份，而且透过家族里面分散的这个持股，所以它也是这样做。但是我觉得台湾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台湾的这个主要头部的或垄断式的产业，基本上因为当年啊蒋经国在建设的时候，他还是按着孙中山的那一套民生主义的想法来走，所以基本上是节制私人资本，发扬公有资本的概念。所以一些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常戏称叫油塘水电啊，这个台糖
行、台湾中油，然后台湾水利公司啊，这些什么都是就跟大陆一样，都是属于政府上在掌控。所以它在这里面的话，它的这个跟财阀那一种更加的独善独霸的状况，还是有它的一个差异性的存在。虽然这些大公司很硬，但是政府始终牢牢掌控了最大的一个主导权。那还有一个是这个在银行端的部分的话，这个政府所掌控的资金跟整个公股银行的这个强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大概这几点，不知道跟这个韩国对照起来是可能比较大的差异。所以这一波虽然股灾，但是大家的股灾比较像洗三温暖，而不是爆仓。但是我看到韩国是90万散户齐爆仓，好像有这个说法嘛。那这个是让我非常折舌的一个地方。所以目前台湾比较少听到说散户大规模爆仓的状况啊。不过话说回来，我最后来回答王潇那个问题啊，就是那股市涨成这样，那为什么赖桑的支持度还是这样子一路软趴趴呢？这只能说呢，就是大家已经慢慢认识到一个事情，就股市高跟你政府没关系啊。我觉得这一点是台湾社会这个普遍的认知，所以股市涨得多高，没人在理赖桑怎么样，反正该抗议要抗议，该上街要上街，反正年底就捅他那一刀，就让他准备完蛋啊。所以他现在也在做负隅顽抗，大概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就说啊，这个韩国这一波确实是，我觉得跟李在明是天时地利人和是有关系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台湾这边的这个股市呢，它跟赖桑确实是没有什么关系。我那次不都说嘛，我说你赖清德有什么脸成天搁那吹什么 GDP 又起来了，股价又起来，你说这个台积电跟你有什么关系？台积电不是跟蒋经国更有关系吗？对不对？我说台积电跟特朗普的关系都超过跟这个赖清德的关系，对不对？所以我是说，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这里。然后刚才因为张哲跟那个历史哥不都分享了一下嘛，然后呢，我就不得不说一下，我说为什么呀？大陆的这个网民也好，或者舆论界也好，我们去聊股票的时候呢，大陆的网民或者大陆的这个舆论呢，情绪上面还是有这个起伏的。因为黄金时代这个词是韩国那边先造出来的吗？还是说是这个大陆这边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独创的？最早我是在那个 Threads 上面看到的。你是中文看到还是韩文看到？中文看到的，主要是因为 Threads 上面有非常多的反串的，然后有可能是故意写出来的一些东西嘛。因为我感觉他那个整个黄金时代的这篇文章有点像是在讽刺中国国内嘛，所以我当时一开始感觉是有一些人故意为之啊。韩国确实是有这样的情绪。我们不说情绪，我们就说这个词，就韩国有没有人说出来黄金时代这个词？我没有刷到，没有刷到，没有人说过黄金时代这个词。我没有刷到，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但是我没有刷到的。所以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刷到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词它肯定没有成为一个就是时代的注脚或者成为一种大标题的那种概念，并没有在整个社会里面去传播嘛。所以你看到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中国互联网舆论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又是搞心态。我就每次说啊，一看到国际新闻的时候啊，大陆的这个舆论场，它其实并没有真正大家在讨论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大家其实都是在投射和映射一种自己的这种心理。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就事论事，但我觉得这波人呢相对来说不多，可能是一半左右吧。但是更多的人啊，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是在你说吃瓜也好，或者说是表达自己的一种政治立场也好，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刚才那个历史哥说，我觉得其实大陆也是一样的。大陆呢，咱们这个啊有几大问题啊。你为什么大陆的年轻人没有像这个韩国的年轻人一样，这个充满这种梭哈的智慧？你如果说这个台湾的股市是被教育过，大陆股市那是被反反复复教育。我周围没有见过没有被教育的人。我这个过去的100天，对吧？我上个100天，这个跟着这个拉克斯搞这个什么 B 站的理财王节目，我看了。对，然后呢，我这个因此啊，被动的进入了股票市场，然后呢，我也被狠狠的教育了一波。而且呢，这个股票啊，教育你啊，不单单教育年轻人，教育各个时代的人，教育各个年代的人。我后来呢，因为是那个我爸是那个老股民了，结果我妈就说你把这个账号给你爸看一看呢，我就说给他看一看，然后看一看呢，我就去睡个午觉。我这午觉一醒过来，我爸爸帮我全都操作好了。我操！当时我说，哎，怎么这样子的？然后操作完了，我现在还被套在里面呢。所以我就说，哎呀，交学费了，还好没有卖房去炒股。真是，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这个我们说中国大陆这种叫做巨型经济体，跟韩国还有像比如说这个台湾地区这种叫做相对小的经济体，它其实有一些心理上面的区别。就好像张真你刚才说，如果说大家不去首尔的话，那基本上约等于你不太有未来。
肯定啊，就是你什么都得不到这个好的。但是其实在大陆，就是你哪怕不去北上深，不去杭州，就是你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我觉得你讲的这个非常对，其实这个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嘛，就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股票的问题，其实它也是跟韩国的总体的什么人口的问题啊，跟它的国家的全面发展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嘛。其实你讲的这个问题，它的本质上是一个上升通道的问题嘛，对吧？韩国本身是一个儒家社会，本来是一个论资排辈的，是一个长幼有序的，是一个高度的看你的学历啊，看你的出身呀，看你是在哪里的，它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阶级划分的。那你在地方上的人就是没有机会。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说什么？因为韩国的市场太小了，它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为什么它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市场？因为国内人不够啊。这个也是为什么以前过去的历届政府都是脑子里面想着我一定要去统一北边。为什么要去统一北边？因为北边有人口啊，有廉价的劳动力，然后有市场，对吧？但是现在这个已经不做他想了嘛。但是现实是国内的人在不停的减少。你如果放在中国的话，你一样中国，如果你自己创业，你做一个产品，你通过互联网可以卖给全中国的人，全中国人那么多，里面只要有一部分人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你的事业就可以做起来，你就可以养活你自己了。韩国不存在这样的基因啊。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吧，主要的经济全部都是被财阀把持的，年轻人的创业成本非常的高，所以只能干什么？就拼了命的从小开始补习、考试，想要去做稳定的公务员，想要进一个三星或者 SK 这样子的财阀企业，然后每年有一个工资上的普调，这个是基本上就是你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你的人生发展道路嘛。这个路是眼看着你都知道结局的，所以为什么就像你说的嘛，那我没有其他上升通道，然后买房子就你需要非常大的本金，买金融的、买股票或者买加密货币，这个是一个机会。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拼了命的往这个里边钻？你去买股票、买加密货币，人家不需要看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或者你是不是在首尔，或者你年纪多大呀，你长什么样。韩国非常外貌至上的，要看很多很多东西，对吧？你去面试的时候要看你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不是有一种说法吗？说中国就是你说的国情不一样，你碰到一个中国的有钱人，有些人可能会穿得非常的普通。中国我觉得最大的特点，英雄不问出处，可能10年以后你会落马，但是反正你牛的那一刻啊，这英雄不问出处，没有人问你是什么大学毕业的，就是你可能是看起来非常的普通的。但是韩国不一样，韩国是这样子讲，有点刻板印象，但是这个是就是我们很多人接触的事实，就是你到了什么样的阶层，你有多少钱，你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堆在外面给人家看。所以为什么要大家去整容呀？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的奢侈品呀？为什么这么讲究外貌至上，要去涂很多很多的那种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呀？就是为什么这个产业特别特别的发展？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一样。我问，台湾有这样的情况吗？就是比如外貌崇拜有这样的情况吗？大陆可能对，比如说女性的自我要求会比较高，但是其实你现在如果看大陆的那个互联网舆论的话，现在就是所谓的这种平权意识啊，或者各种各样的意识，它在冒头。至少它在舆论场上面，你穿得好，或者让自己看起来漂亮，尤其是男性，反而是属于会被舆论打压的，很莫名其妙的。比如说你刷那个小某书的时候，人家动不动就说，哎呀，中国社会这个对穿着的要求太高了，然后那个服美役。结果我说我在互联网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用比较传统的方法穿的比较正式的啊，这波人从来就没有在语言上面攻击过穿的比较轻松的那波人。但是呢，你会发现就是穿的比较轻松的那波人经常就是发帖，然后就进攻这波穿的比较这样的人，然后呢，他们还可以获得很大的这种道德优越感，还有这种道德支持，就是一般这种流量都非常好，点赞啊什么的，评论啊都非常非常好。但是你如果稍微你穿的好一点，就是很多帽子就扔过来，比如说，哎呀，你跟精神资本家、精神小布尔乔亚，他现在肯定在脑子里面幻想要压迫劳动人民，类似于很多很多这样的。然后呢，或者就开始直接就攻击了，说，哎呀，你一穿上这个，看着就像卖保险的或者卖房子的，都类似于这样子。所以我会发现，在大陆其实有点逆向，在这个外貌啊，或者等等，他反而是要求你穿得越来越轻松，能够显得你像大佬。但台湾有这样的情况吗？可能现在这个穿着在，大家好，我是来卖保险的。台湾是这样，我觉得台湾蛮分层的。不过台湾因为受到韩娱啊，就 K-pop 的影响其实挺大的，所以有相当多的年轻人他是会重视自己的外表的一个管理，那让自己打扮得更像这个时下韩国的流行的，这大陆怎么讲范儿，像这个韩国的这些明星的方向。但也有比较一般的，他可能就不特别去重视这个穿着打扮的，也有。因为台湾社会有一个特色，我们 DEI 啊是真讲 DEI 啊，就大家可能嘲弄 DEI 这个，就是大家也知道多元嘛、平等嘛、认同嘛，对不对？这个大家这个讲法好像这个在很多地方，尤其在大陆，有些舆论里面会认为说这个是白左嘛，洪水猛兽。但是其实，在台湾的话，这个相对认同度还是比较高的，就你爱怎么穿怎么穿，大家不太互相干涉。然后每一种人群都有每一种人群的认同，然后包含像是这个
性别团体啊，我们说 LGBT， 但也有各自的这个圈子。所以你喜欢穿西装的你去穿，你喜欢穿传统服饰你去穿。以前的话可能还更偏向洋化一点，可能穿西装的多。那因为现在这几年汉服啊、旗袍啊什么又反向流行回来了嘛，所以现在这个也不太会有人去阻止你。那还有就是像是这个喜欢 cosplay 的，以前好像叫奇装异服嘛，那现在这 cosplay 大行其道，所以在路上你也可以经常看到各种 cosplay 的这种，他就真的全 cosplay 装就走在路上，这也大家也不会怎么样。就我想这台湾社会在这方面的话，虽然我们透过网络可能大家看到更多像是类似那种极端支持者民进青鸟的这些言论，好像台湾写的言论环境非常极端，其实扣除在政治上这一块之外，在整个这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是比较宽松且多元的，大家也还是多少能互相尊重，大概会依照你的行业别去形成类似的相应的穿着。比如说我刚刚说大家有来卖保险，确实啊，比如说我以前在电台主持节目的时候，我每天这个是他们楼下全部租给这个某大人寿啊，就整团的全部都是穿这个西装的这个样子啊，所以对有时候他们还会自嘲。所以你去录节目的时候，你就说啊，历史哥来上班了。对，那因为在动也有不少我的粉丝啊，所以看到我穿的西装笔挺，他说：“哎，你这个有些人知道上面是电台，他大概知道啊，因为毕竟上电台也不能太随便。那这个他们还有一些自我戏称嘲讽，或者人家嘲讽就什么，哎呀，可能叫叉叉猴子，比如说保险猴子啊，就是穿的就是要这个样子啊。你大概有几个范式，这个跟这个韩国不太一样。不过受到韩国娱乐影响，台湾现在对于这个进场改造这件事情、进场优化这件事情，其实也是非常流行，而且大家是更多勇于去分享一些比较年轻的论坛，比如说像是这个 Dcard 哦，在台湾就比较多这种年轻人或大学生聚集论坛，你就可以看到里面很多女性，她们是很勇于分享。这个我觉得在台湾社会里面也是蛮能接受这件事，不会去批判，可能跟大陆的这个社会舆情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我想这可能也跟台湾的历史进程也不太一样吧，就是在台湾经过日本殖民的时候，然后再到国民政府来的时候，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呢，台湾人就觉得说，哎，那穿得好，有个样子，其实是彰显自己在社会上有一些地位啊，也有一些成就，但他不会像韩国一样把所有东西都堆到最前面。我们也是很多隐性大佬，比如说穿的台湾叫吊嘎，就是那个一个白色的，然后这个一个无袖的嘛，穿那个台湾标准的蓝白拖，然后穿这个短裤，走着，那去银行一存钱一丢，啪，100万、300万，我亲眼看过，因为我以前在会计服务嘛，所以我们常跑银行，然后就会跟银行争论。那时候刚好台湾开始要做这个反洗钱的问题啊，为什么我300万不能存啊？然后那个银行经理说啊，阿伯不好意思啊，我们现在啊这个要填写是，当然看这麻烦啊，这么麻烦啊之类的啊，就是他虽然很有钱，但是他的穿着扮相也有很平常，所以我只能说台湾归结的话，多元分众相对来说比较尊重彼此的差异，大概是我们比较常看到台湾这个社会的一个面向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区别在哪里？就是韩国是属于从那个封建社会一步直接被那个美军给带到那个现代社会的，其实它没有什么那个社会革命，当然它有这个像光州这样的政治革命，但是它好像没有什么那个社会革命，不管是台湾也好还是大陆也好，因为台湾至少国民党把那个新文化运动那一波那个思潮带过去了嘛，所以说基本上它在政治或者社会政策上面好像没有说像那个日本和韩国那样那么保守这么落后。以前我们有个词补充一下，刚好肖哥讲到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这是老蒋他们带过来的，就要求社会要这个进行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台湾的社会有一些变化。所以说然后那个大陆的话就更进一步嘛，因为大陆还又经历了几场这个整个非常全社会级别的这种这样的革命，所以说大陆可能就更没有特别重视这个，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里面的一个区别。那比如说那个张哲，我还是想跟大家再多聊聊你刚才说的，像大家的那种把钱啊，或者说一定要把它都穿在身上让大家知道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压抑，跟他这一次比如说他的这种股票的一种狂欢，它之间的那些联系，它其实就是整个的社会氛围是这样的嘛。就我们说它其实是一个隐形的，你光看人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吃什么东西、去什么餐馆，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他其实有一个隐形的他的阶级是什么样的嘛。因为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到的，有韩国跟中国，就说中文的世界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你第一次见到这个人，其实你就是一个信息的交换，因为你要决定你怎么样使用你的用语，韩语是有敬语的，那你怎么样称呼这个人，你要知道他是什么 title 的，之后你怎么样来对待他，其实这个在一开始就要设定，所以这个对于在这个社会阶层里边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压力。那你怎么样让人家第一次看到你就知道应该怎么样来对待你，其实我就讲了吧，你所有的好东西都要堆在外面，对吧？这个就是第一次你们两个设定你们关系。也就是说当你的那些什么你刚才所谓的敬语啊 title 啊出来的时候，其实两个
个人的尊卑就已经被固定化了嘛。对，就是你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这个东西要确定。所以为什么你看嘛，就是跟那些同龄的小朋友，就韩国做朋友跟中国做朋友完全不一样。韩国人就要问你是几年出生的，对吧？这个老生常谈了，就确定你是不是比我大1岁。如果是同1岁的话，确定你是不是比我大几个月。这个关系里边，就他们会使用这样的尊卑关系嘛？我觉得大陆一般问年龄，主要是像我这种 I 人，实在是没话说了。对，就是你在欧美的话，没有人会问这个东西，他会觉得你问这个东西很奇怪嘛。但是在韩国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你问这些东西是为了设定我怎么样处理跟你的关系嘛。就韩国的话，他做朋友不是那么的简单，对吧？你必须这2个人是等级上，我心里边的预期是差不多，还要是同龄。他们非常强调，比如说血缘关系，就如果你要跟我攀关系的话，最好我们在同一个老家、同一个族谱上面出现。他这个分散的特别广嘛，你可能浑身不搭边的2个人，但是如果你跟他说，你电影里面会看到，你跟他说，我跟你是同一个老家的，什么什么金氏，哪里的金氏，突然之间我们有一个什么表亲的关系了，突然之间那个是可以攀上的。包括什么我们是什么学校里面毕业的，这个学校什么学校毕业是从高中开始看的。我们中国国内没有人会关心这个事情。我用得着知道肖哥是哪个高中毕业的吗？我感觉这个跟我们交朋友之间浑身没关系，对吧？韩国会看这些东西，所以甚至于你看那些高位的政治人物，他出来选举或者他坐了这个位子的时候，都会公开这些信息。所以那个决定他的朋友的圈子是在什么样的地方，然后他跟什么样的结婚，会看他的家族关系，他们家有没有财阀呀，有没有检察官呀，或者之前是不是做法官的呀，是不是大学教授呀。我说了嘛，这些东西其实都跟装饰品一样，你可以把它穿在自己身上嘛。所以人家第一眼看到你就知道你的社会价值是多少，然后他来决定我怎么样处理我跟你的关系。那在这样的社会上面，它就导致一个结果嘛，就是你有什么东西要尽可能的给人家看到。打个比方，我不知道肖哥现在全网有多少万粉丝，对吧？在韩国你就要把这个东西顶在头上，我有上千万粉丝，我一定要让人家看到。出门做一个头盔。就类似于这样子，就是你这样子可以得到别人的尊重。因为在韩国，你看我们在我们播客节目里面，因为一直聊朝鲜半岛嘛，就这些事情我们已经聊得太多了。打个比方，在韩国的财阀企业里边，你不跟你的大老板一起坐电梯，大老板就是那个电梯的自己上下班坐嘛，你要给他让路，然后你要给他端茶送水，就很多的很传统的这些财阀企业都是这个样子的嘛，对吧？所以人跟人之间是有等级的。你是一个公司里面打扫卫生的阿姨，那他跟你之间的那个关系就被设定好了。你觉得那个财阀会把你当成是一个什么我们公司里边什么我值得要跟你打招呼的那个人会来关心你吗？就不会嘛。所以这样子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阶级的文化是固定好的。所以这个也牵涉到什么？就比如说，我今天这个人比我大，我叫他一声哥，叫他一声前辈。韩国的文化就是你出去吃饭的时候，这个人付所有的账，然后你就不用付。这个哥付所有的账。对，正常情况下你就不用付。那至少有点交换。但是你看，这个就像你说的，因为他没有经过整个的这个社会文化上面的革命。今天这个人是在享受嘛，就我跟这个哥，他付钱我吃。但明天你变成哥的时候呢，你要去请后面那个人。在整个的这个系统里面，没有人会去想办法推翻这个东西，因为我是这样上来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说为什么会有人想要用杠杆，想要去炒股？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你去开股票账户，你去交易股票是没有人关心这些东西的，只看你股票账户里面有多少钱，这个是非常非常直接的。可以产生结果的，你可以阶层跨越。而且韩国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当所有的人都进去了之后，你不进去，你就是一个他们说闪电乞丐嘛，就是你什么都没干，别的人都发财了，他们的资产都翻倍了，然后你就变成了一个相对的落后的一个人。而且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说了嘛，就是人人都知道问题在哪里，但是没有人会去想改变这个问题。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房价太高了，但没有办法，我们每个人都已经贷款上车了，你现在想要增加供给，想要把房价压下来，那我贷款怎么办？所以在这个两难里面嘛，你上车的人你就知道我好辛苦啊，但是我也不想让这个东西降价，但是股票提供了一个机会，加密货币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个又奇怪啊，就比如说现在大陆他一直在强调我们说这个00后整顿职场，然后现在很多反正小孩说我也不生，然后呢我也不跟你们这老邓玩这套，我到点就走，我既不打算生育也不打算升职，我无所谓，我就不跟你们玩这套。比如说韩国人呢，对，我觉得韩国人现在也已经进入到不生育的状态了呀，也这个样子呀。那比如说我不甩你们这些规则呢，我就是过我自己的日子，那我又能怎么样呢？难道你还能拿枪打我不成？我觉得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已经是在那个既得利益里边了嘛，那你不一定会去反对这些东西。你反对那个人本来就没有进入这个游戏嘛。我们打一个比方，就是你讲这个东西让我想到什么，就是我们知道韩国80年代的时候，你刚才提到光州，他搞这个民主化运动嘛，当时有非常多的大学生，当时那些大学生他们是相信这个马克思列宁，会读红宝书，对吧？他们说资产阶级都是问题，我不要进一个大公司，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去厂里面工作。我是韩国顶流学校的人，我去厂里面工作。但是到最后他是被现实打脸嘛，因为你发现你去厂里
里面工作了之后，其实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好。然后他说我是一个大学生，我本来应该去财阀企业工作的，我应该赚钱的。然后我去一个工厂里边，不仅是上班，我还找了一个就是女生的话，她找了一个工人结婚。然后到最后发现，就我自己抛弃了我在这个社会阶层里边的所有东西，但是这个社会并没有发生变化呀。等到你被现实打脸，你撞南墙的时候，他们很多人会反应过来，就是我走错了。然后到最后他还是要走回来。就这个社会它的整个问题，就像你说的，它可能是需要一场革命才可以解决问题，不是说少部分的人跑出来说我不接受你就能不接受的。你打个比方，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我在公司里面上班，我就是在财阀企业，我就是早上卡点到，晚上卡点走，我也不加班。那问题来了嘛，你好不容易进了三星，进了 SK 海力士了，然后人家给你高薪酬，然后你说你不接受这个东西，那人家为什么不把你开掉？把你开掉有1000个人等着这个工作，对吧？就法律是保障你一个礼拜就工作52个小时嘛，但是你知道你之后的晋升，你之后的这个职业生涯的发展，全部都是跟在你上面的那个人怎么样判断你是有关的。他肯定是希望那个就是还是把我捧得牢牢的，我让他干啥他就干啥的那个人。所以你自己放弃这个东西，并不是说整个社会都放弃，你不做你只是自己阶层下跌嘛。从韩国人正常角度来想，所以肯定是有很多人说，哎，我就是卡点下班，对吧？因为现在很多韩国的新的企业，比如说互联网企业，他们就跟美国一样，跟中国一样，对吧？我就不想加班，我就卡点走。然后韩国现在这个劳动市场的保护也非常好，劳动法也非常健全嘛，对吧？但是真正的往上面爬的那些人，还是那些我们讲什么，就是职场里边的舔狗嘛，卷王嘛，你自己就是拼了命的，你自己要做这些事情的人，那样的人可以爬上去啊。阶层跨越就这个样子。你说我如果只是想做一般的事情，对吧？就是以前韩国文化更加吓人，你知道吗？比如说9点钟上班，领导他提前1个小时，8点钟就到了，其他的人可能7点半就要来，都准备好了。那现在已经都不是这个样子了，这是部队吧？从那些大财阀领导那个角度来说，我都已经没对你有这些要求了。他们还觉得我们已经变好了，是吧？对啊，你像以前的话，你下班之后你还必须要去陪领导喝酒，你不能回家嘛。你现在就是某种程度上有一些公司他都已经接受了嘛，就你到点就走，对吧？这是不好的文化嘛。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喝酒的文化，对吧？喝酒有一些人你要实在不喝的话，你就不喝，我也不强迫你。这个已经是比10几20年之前好了很多了嘛。但是它整个的社会的这种论资排辈的文化还是存在，而且你是身在其中嘛，你被人家这样压迫下来的，所以你也去压迫后面的人，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碰到大量的中国人在韩国，他生活上面他不是，就你的各种各样的行为举动，其实都会让对方觉得，比如说中国人经常发生这个事情，你跟谁都非常平等的交流，对于对方来说是一件非常受不了的事情。他可能觉得我年纪又比你大，我又比你有社会地位，我又赚钱比你多，你凭什么这样跟我讲话？可能不表现出来。所以他们评价你这个中国人是一个很好的中国人，就很了解韩国的中国人，就是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做得非常到位嘛。哦，这个意思是吗？所以我们回过来看就是什么，就是其实还是回到那句话嘛，就是为什么股票呀、加密货币呀这种，我们国内其实你说加密货币它就法律禁止嘛，可能算是歪门邪道的一个东西，但是为什么会有韩国年轻人就是要往这个里面钻？因为其他路可能就走不通了。它跟我们中国不一样，中国以我们高考时候经常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呀，大学很重要呀。其实说实在话，你在中国没有读到一个顶流的大学，你还是有机会的。就像你刚刚讲的，大城市那么的多，你上海混不下去，你去深圳，你去广东，你去北京，你可以去其他地方吗？韩国其实就只有一个首尔。比如说北上广深，就是你现在比如说很多新一线也在发展，然后新一线不行呢，2线、3线，然后呢，哪怕你不去2线、3线，有很多叫做隐形冠军，就是很多小城市，但是他可能专门做某一块又做得很好，就你总能找到机会。而且中国的2线城市，包括你刚刚说的新线，它其实还是人口净流入的，就中国在一个城市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嘛。你想想看，韩国是釜山这个地方，就是你看我们想的第2大城市，我们小时候的时候，釜山港特别大的港口亚洲，现在就是完全人口净流出啊。你去釜山，你到马路上走，你看到都是老奶奶、老爷爷，因为它的整个的国家的规模跟我们不一样，整个的韩国它的规模可能就跟一个浙江差不多。那你说，那我当然要去最好的那个城市发展了，我为什么要待在釜山？釜山就是个旅游景点嘛，对吧？所以它是留不住年轻人的。所以韩国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竞争的氛围，然后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了嘛，李在明即使是知道股价可能有这样的风险，但是还是要去往这个方向去推，因为它有结构性的危机啊，人口问题，国家没有均衡发展的问题。我们看到就上个月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新闻说韩国有3大 mega project， 就是什么人工智能中心、就算力中心，还有这个半导体工厂，还有具身智能，它有大量的投资都是放在了西南地区。所谓的西南地区就是你刚刚讲的光州、全罗道，这个是历史上不被受到重视的地区。为什么要从首尔放到地方上去？有几个原因嘛。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地方上面不发展，所有人都挤到首尔，房价越来越高，就是不生孩子。地方上要发展，那要创造就业。第二个因素是什么？就是首都没电啊，首尔没
没有新的土地啊，你要造这些设施需要大量的水和大量的电，地方上没有人，但是电很多，所以要做全都做到地方上面去。哎，韩国是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单一制。对啊，那你首都扩张不就完了吗？整个河北都是北京的储备用地啊！不好意思啊。现在主要问题是现在已经满了呀，因为首尔我们说的首都圈，它外面一圈是京畿道嘛，就好像北京外面是河北。我们讲的就超过2500万人，全国1半人口都在首都圈了。哦，就是河北都住满了。对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讲，就是它离朝鲜太近，所以从卢武铉那个时候开始就提出来要把首都搬到世宗。那这个事情就一直慢慢做，但是现在很多公务员都已经去世宗了嘛。但问题是我们的总统一直不去，所以李在明现在就上台的时候一直说我要去，那人家现在要他兑现嘛，他现在讲我下台的时候我要在世宗下台，他也很搞笑，他自己不去，实际上就是我的任期里面就建嘛，还有3年半，对吧？烂摊子反正扔给后面那个人。我看那个资料说是很多就是去世宗上班的人，他宁可忍受很长的通勤，然后他是下班会回首尔，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在首尔。所以打个比方，你搬到世宗去，碰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外交部永远不可能搬，外交部永远都是在光化门广场，在那个景福宫边上。为什么？大使馆全部都在首尔，你怎么让这些大使馆全部都搬到世宗去？不可能嘛！世宗有飞机场吗？这些全部都是问题，基础设施的问题全部都是问题。所以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低级公务员都搬去了世宗。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因为韩国的基建能力其实也非常强的呀，韩国的基建出口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块那个收入的呀。那为什么建世宗建的这么难呢？我觉得政治原因是大过能力的原因吧。什么东西都有了呀，现在就是世宗，就是你要学校有学校，要医院有医院，好的大学的分校也已经开过去了。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就是说我们刚刚讲了嘛，所有的真正的好的东西都在首尔，你要去世宗，你还是要花几个小时去做那个 KTX。韩国的体量虽然比我们小，但它的 KTX 因为慢嘛，跟我们国内的高铁比完全不一样。我在上海我4个钟头我都已经跑到北京去了，对吧？你在韩国的话，你可能要花3个多钟头4个钟头你到釜山，站点多嘛。所以对于那些就是真的你的生活的圈子都是在首尔的人来说，世宗就是不方便。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看到低阶的公务员都去了，高阶的公务员不去，或者高阶的公务员他有的时候做的样子，对吧？我在世宗买一套房子或者怎么样的，就到现在为止，你比如说李在明还是在青瓦台办公吗？高位阶的公务员他怎么可能在世宗呢？哎，他还在青瓦台办公吗？他不是说搬到那个什么国防部去了？他搬回去了，又搬回去了。尹锡悦是搬到了国防部，然后李在明上台之后又搬回了青瓦台。哦，不信邪，又想要试一下自己的运势是吧？青瓦台是大韩民国第1福地嘛，毕竟他觉得他是这个第1男杀人。所以你看，就是之前大家诟病的是什么？就是说总统自己都不动，高位阶公务员都不动，凭什么要我们动，对吧？那现在就是其实他也不动了，都不动，他逼着后面那个人动嘛，接盘的人要去世宗，这样一个情况。所以韩国的他整个的这个想法就是要振兴地方，他其实跟人的本能是相反的，因为人的本能人往高处走，他一定要去首尔嘛，因为韩国的体量决定了他没有办法多中心发展。我们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那说你说现在这个股市长成这个样子是他想要的吗？其实他想要它涨，但是他没有想到它涨那么高嘛，对吧？因为他有一个指标的，他想让它慢慢涨，有序上涨。他希望他在世宗卸任的时候，然后这个到5000点是吧？对，就是那个今年3月份的时候，他其实有一次公开讲话的，因为3月份的时候已经涨到好像4000多点了，还是5000点了，还是6000点，我忘记了。他说了一个担心，他说就是从他上台的那个2000多点、3000点涨到现在这个地步，他是没有调整的。就是正常情况下，它的股市应该是有波动的上涨嘛，但是你今年年初你看到是一路往上涨，没有经过调整，他觉得这是一个危机，这要经过调整的。所以他其实当时已经表达出了这个想法。但是呢，就是从政治上面我们来考量啊，今年对李在明来说，虽然跟他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对他的政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6·3地方选举。6月3号的时候，他有个全国性的地方选举。全国性的地方选举之前，你说他是不是要让大家都赚到钱，对他的选情是有利的。所以当时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坊间传闻啊，说李在明绝对在6月3号之前不会让股价跌下来，不管怎么样会顶进去的。所以之前就是有出现过熔断，6月之前，但是马上总统府放出消息，就是说我们国家就是当时有什么霍尔木兹海峡呀、什么油价呀，就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嘛，就导致当时不是有出现下跌嘛，然后马上又涨上去了。但是我们看上个礼拜总统府的政策市场金融范出来是怎么说的？一波暴跌之后，他说啊，我们是不会救市的，这个是调整嘛。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的历史课也讲了嘛，基本面其实没有问题，因为人工智能的整个的大爆发还是存在，然后它的
投资没有问题，人工智能的投资 OK， 对吧？然后它的出口，人工智能的出口，半导体的出口是没问题的。消费在这个暴跌之前，大家手上有钱的时候，消费看起来还可以，但现在可能有一些不清楚，要看第3季度的这个数据出来嘛。但是它的经济的基本面看起来还可以。然后呢，你要说它的这个股票出现股灾暴跌了吗？我们现在录的这个时间节点，它还是6000多点，还是比它最早说的那个5000高。然后现在很多的，包括什么路透社、欧美的这些媒体，包括 X 上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消息说，有的说法说什么120万的账户，有的说是30万的账户，有的说是90万的账户被平仓了。韩国的政府他自己官方的到现在为止没有出来说过这个数据，他没有说有多少是被平仓的。然后现在我们看到7月底的这一波暴跌，难道不就是李在明自己本来说的那个需要调整吗？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股市如果你一直涨，你说6月份的时候我们已经涨到9000多点了，按照李在明政府1月份的时候透露出来消息说要涨到1万多点，股市不可能永远涨下去的呀，它总归有一个时间是需要暴雷的，是需要调整的。那现在6月份最重要的选举已经选掉了，是不是一个好的时间他可以接受？其实你会发现其实是一个还可以的时间，就是反正我知道这件事情早晚要发生嘛。然后现在距离下一次的选举其实时间还比较早，下一次是那国会议员2028年，他现在是有时间的嘛，对吧？然后63地方选举选的不是很好嘛，也不是很差，还可以接受。现在人就是什么，执政刚刚过了1年2个月，还是在就是他掌握权力的时候，没有进入破晓阶段。现在跌下来其实就是我们自己个人之间，难道不是好事吗？从政治的考量上面来说。然后你也知道嘛，他的反对党国民力量现在是一塌糊涂，根本就没有办法对他造成威胁的。他现在反而在担心执政党内部，因为他们8月份的时候要选党首嘛，执政党内部现在在互相拆墙角。所以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其实还不错啊，就是你说它跌了嘛，那没有跌到什么很严重的程度。然后我们说了嘛，基本面没问题，它就3大 project， 然后全国性的加强投资，然后去美国跟美国的那些企业要共同投资嘛，共同来做这些什么半导体这些芯片的发展。但是它抵挡不了一个什么样的因素呢？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讲的，所有的股票都是投资在两个东西上面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然后韩国人用了大量的杠杆，这个我们讲了嘛，它的那个单一杠杆 ETF， 这个 ETF 里边就只有 SK 海力士或者只有三星电子，然后是2倍的 ，Kospi 涨10%，它这个涨20%，Kospi 跌10%，它跌20%。那这个会造成什么？就是涨的时候大家追涨，跌的时候就开始暴跌。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样子什么直上直下的这个 Kospi 的这个指数，它呈现这样的形式。但是你看吧，就是也很有意思，就是涨2天又开始暴跌，然后又开始暴涨，就一直在这个状态。还是回到那句话，就是说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和芯片的预期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说，比如说中国的芯片能不能短期之内对韩国的2家这个 HBM 的这个公司造成威胁？如果有很明确的证据说它已经可以完整替代了，那韩国的这个股市梦就碎了。或者直接美国那边说大家对于 HBM 的需求没有那么大，这个马上就结束，大家都玩完。但是他们现在虽然有很多这个杂音嘛，动不动出来一个小道消息，或者霍尔木兹海峡一个什么国际局势，特朗普讲了句什么话开始出现暴跌，但是只要大家相信人工智能这个东西还有半导体还在这里， SK 海力士和三星还是 OK 的，它有3到5年的优势的话，它后面就有可能还会再慢慢的涨上来。然后我们讲到那些股民嘛，就是你讲什么年轻人，其实你很清楚的，刚刚历史哥也讲到了，你也讲到了，炒股的很多人呢，他其实什么东西都不懂的，他对于人工智能对半导体他其实那些专业的术语他根本就不懂，他也完全不知道到底需求是多少，他只是听别人跟他讲故事告诉他这个肯定会涨，所以他就会去买。所以你看到韩国已经有社会新闻了，比如说釜山已经出现什么年轻人去看什么 YouTube， 人家荐股跟他说你要去买买完了之后暴跌，我是加了什么5倍杠杆没有钱了，然后拿一把刀冲到马路上面去找那个 YouTuber 去刺人家嘛，已经发生这种刑事案件了。肯定是有理性投资的人的，但是还是有大量的韩国的一般的老百姓，他进入这个股市他是什么东西都不懂的，所以他就是想要翻身。你看嘛，他如果在这个社会的等级里边他是本来是处于末端的，对他来说他什么机会都没有，所以这个看起来非常危险的机会对我来说是一个好机会，所以我一定要去抓这个。我要是赌一把赢了，对吧，这跟赌博一样的吧，然后我就直接飞升了。没有的话就是本来我就什么东西都没有嘛。这个就是中文互联网里边很多人说，那是不是大家要排队发行什么恶性事件了，对吧？韩国现在就是在一个这样子的状态。我其实更想知道就是你周围比如说你接触到的那些韩国人他们的一个对于现在的一个看法，因为我能否这样理解，就是如果说这是一个能够进行基本的政治和经济判断的人，虽然说他的钱包也受伤了，但是他在心理上他能够知道 OK 的，这不是末日，还是会涨回来，他能够心理上接受。但是很多就是比如说之前其实是零知识，看了别人炒股赚钱了，他一下子杀进去，那种人可能现在是最难熬的，因为他们有可能比如说在跌的时候他可能是为了止损也好，为了什么也好，他可能直接就卖掉了，那个可能是最大的问题。你如果高位站岗你还可以接受嘛，因为这个你等它慢慢的涨回来嘛。但是我们知道什么股市是这个样子的嘛，你加了很多杠杆，然后它跌的时候很厉害，你要涨回来要花更多的时间。你越是相信人工智能，越是相信半导体的话，其实
你早就应该进去了。其实越是晚进去的人，越是看到这个趋势，别人说他才进嘛。所以这些人他是抗风险能力最低的人，然后他进去的时候是被人家收割的人。然后我们甚至于知道什么，就是韩国股市因为有非常多的美国的投资者，全世界的投资者在买，它里面资金，我上次看一个数据，差不多有1半左右的比例都是海外的。但是海外的人家很早就开始获利了结了，6月份的时候看到已经涨到9000多了，人家那些什么基金都开始我要再平衡了嘛，所以我就卖掉了。但是你知道有多少人是看到那个涨到9000多了之后，因为1月份的时候还在说要涨到1万了，所以我借钱我也要进去嘛。所以人家抽身而退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在往里面涌啊。但是其实我们讲什么，你要知道那个信号是63地方选举已经结束了。如果你关心政治人，你要知道就是现在有可能就是要发生一次调整，而且李在明不一定会来救。因为你想想看，他如果是从9000跌到6000或者9000跌到5000的话，他有必要来救吗？韩国有发生系统性的危机吗？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人会来救你。6月3号之前人家有可能，对吧？所以后面什么都不知道开始往里面冲的人，现在全部都倒霉了呀。你要不就是不卖的，你就慢慢等。那李在明后面还有3年多，对吧？接近4年，总归还得拉几波是吧？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把时间放长了之后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半导体企业什么时候会追上来？这个是一个长期的问题，非常的危险，你不知道。甚至不是说追上来，而是说给大家看到一种马上要追上来的迹象。对啊，就是你讲的，因为股票是对于未来的预期嘛，对吧？它只要出现了这样的迹象了之后，这个故事就说不下去了。所以我周围的人有很多我跟你讲吧，所有就很多的韩国人都在炒，但是也有不炒的人了。不炒的人就一开始他就说，就像历史哥一样，他说我不懂，我不弄，对吧？很危险，对吧？但是真的那个环境，如果是周围的人都在炒，然后人家都跟你说我今天赚了多少多少钱的时候，就你一开始就知道这个是击鼓传花嘛。但是你只要想着，反正我今天进去我不是最后一个人，那我为什么不进去赌一把呢？在这个故事里边，那些判断力比较低的人，他就是会进去。我来做一点回应，因为挺有感觉的，就是说刚才其实讲到几个关键点，因为前阵子我们一直在观察这个韩国的股市跟台湾股市一个对比嘛。那我们知道，其实刚才张哲提到的这个6月后面是外资丢了非常多啊，抛的一塌糊涂啊，一口气抛掉了50兆韩元就是50万亿，这是非常惊人的。但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反转，是为什么这边又补涨回来一些？就是在7月底的时候，当散户被暴杀的时候，结果外资又疯狂买进，外资又买了54亿美元左右，就是不断的这种高波动。那这种波动其实在台股叫做稀松平常，就是很常见的，就是一下一会儿说外资要撤，一下一会儿外资又回来。但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外资的概念是什么呢？因为美国的股市已经没有办法消化这么多游资了，美国的股市已经涨到一个几乎是激进，是它还有一些空间，但是它能够上涨有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7巨头吧，基本上我们前面开头也聊了一下，7巨头除了这个以卖手机就是卖硬体为主的苹果，还有呢在这里面真正意义上吃大螃蟹的这个 NVIDIA 就是这个英伟达。那除了这之外，大家的现金流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状况。那包括还有像守门员甲骨文，那已经是它的公司债都进入垃圾层级了，都超过7%。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谷歌竟然把自己的现金流干到变成负的，这都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在这个美国这个叙事它要破灭之前呢，它这一些多余出来的游资，它其实往哪里外溢呢？其实我认为就是主要往这个第一岛链上，因为都是科技业在美国的外溢的一个状况，而且这也是美国常年布局的结果。我一直称美国的这个帝国主义是第3波帝国主义，它的特型跟前面这个旧帝国的西普、新帝国的英法有很大的不一样，是它是喜欢透过资本去掌控，然后用它的3件套嘛，就是美军、美金、美语，就美国的军事霸权做兜底，还有强迫控场。美金用经济霸权做主轴用金融霸权在这里面做各种的操守，然后语文霸权、文化霸权来给你洗脑，给你控制你的市场的精英，然后来给你控制的领导精英层对于这些认知它的一些容忍度，或者甚至认同美国的一些政策的方式。所以这个长期操控结果就变成说，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这个中南美洲是他们最先实验地方，所以有很多这个各种水果共和国嘛，种香蕉的、种咖啡的这种种可可的各种共和国这个叫联合果品公司。在亚洲其实很多沦为像是芯片共和国，你这个经济实体你是有一些责任，有一些责负。那因此在这个前缘上呢，这个当它外溢的时候，如果你说有最高的杠杆，因为像比如说这些种咖啡种它能够杠杆的数量有限嘛，但是芯片现在那简直是杠杆的这个状态是非常大，所以热钱一定要找地方炒。那当美国股市它的容纳程度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外溢出来其实就到了日本，到了韩国。那这里我觉得有一个不一样，为什么我刚才特别有感呢？因为韩国的体量还是比台湾大的，韩国人口是台湾的2倍，韩国的整个的资金的体量，而且韩国讲白了它是正儿八经的国家，台湾做充其量最多就是一个政治实体，这在两岸分治下的特殊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台湾的这个可控性相对就更小。那另外台湾更浅碟，那还有一个呢，我觉得这个台湾跟它不一样，是台湾的社会更扁平。对，因为台湾社会经过几轮的这种状况之后，台湾社会其实相对是比较扁平，台湾的政治人物是不能高高在上，谁高高在上谁
要死。比如说这个人气最高的领导人，比如说蔡英文好了，他走的就是一种批评路线啊，他就走的非常就是所谓的小英嘛，他就有一个昵称嘛。比如说我们刚才前面讲到陈水扁，他叫阿扁啊，阿扁，他要跟你讲台湾话啊，那讲闽南话，那跟你我刚讲啊，好像大家是你兄我弟这个样子。这样子，为什么赖清德让人家讨厌？因为赖清德一副搞自己精英人设嘛，出门一定要叫人家叫赖医师嘛，对，阮医师啊，这个一定要穿的西装笔挺啊，他的这些随从们就去看个水灾都要这个你这是立的白白净净的，不能有任何脏污的。好，像这样，他这个难怪，所以他被讨厌。台湾这些受到欢迎的政治人物，基本上你看蒋经国，还有很多所谓的民间友人，到底是或不是我们不知道，但他就是有很多。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差异，就导致了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台湾人对于从社会位阶上晋升的那个渠道的那种刚需，就是说透过股市这套的链路的刚需，它是没有那么强劲的。大家炒股比较多，是因为真股市真赚钱啊，身边真的大家赚到钱，而且因为台湾的市场体量更小，股块规模更小，所以在美国外溢的过程当中呢，真要被针对，台湾确实已经三番两次的被川普针对，没有错。但是韩国受到的压力可是比台湾是更大的，因为它这更多完整的。当然，韩国除了这个科技之外，还有造船啊，美国盯上的东西很多啦，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一样。那另外就是，其实肖哥前面提到嘛，我们被教训了好几轮了嘛，所以官员的经验上也比较充足。我觉得对比起来，韩国这次是2大财政首长都出来道歉谢罪嘛，但是这个在台湾就不会发生啊，因为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股票市场大概会怎么跑，大概这个状态啊，好，这已经有一个相对比较成熟这个相应的一种应对的措施了。所以这一轮我看到就是我其实前面也想问的，就是我感觉李在明当然他有一些预设定没有错，而且下一次大选是到了28年的4月，也就是下一次的国会议员改选，所以中间有很大的一个空档期，他可以做一些调整跟回档。但是感觉韩国的财经官员在面对这种非常活泼的股市跟这个外资疯狂热涌，然后抽退这个，他好像不是很熟悉啊。我就感觉他这个对于这种市场的应对，而且还鼓励大家去开杠杆，这在台湾是很难想象的。谁敢鼓励人家去开杠杆，那马上被社会谴责，你这害死年轻人啊！你这不能这样搞啊！台湾之前这个政府开放这个年轻人可以买这个零股、散股，其实就很多人在争论的。你这不就把所有年轻人，很多年轻人他根本没钱，他打工攒了20万台币，他说他要去炒股票，炒啥呢？这20万台币你在炒啥呢？就给你获利率10%好不好？那你就赚2万块，你1年多赚2万块，那有什么用吗？但是大家就是想那个概念嘛，但是后来我发现这是个练习吧，就是他可能作为一个练习的渠道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可以看到它有很相似性，但是在文化占这个历史的发展进程，它很大的差异性。所以我觉得韩国这一轮的暴雷，而且形成全球瞩目的状况，还是比较特别，它的独特性存在。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日韩整体来说容易走极端。我不知道张哲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反正我们在读这个日本的历史和韩国历史的时候啊，这个容易走极端。然后呢，这个历史哥用这个证据屡屡的告诉这个台湾观众，台湾人啊就是中国人，对吧？整个思维就是中国人的思维，对不对？首先就是不冒太大的风险，然后呢，基本上觉得啊，握在手里面的才是真的。因为你看这个，咱们这个中国人不就有一副这个对联嘛？一等人，忠臣孝子2件事，对吧？读书种田。所以基本上就是能握在手里面的东西，大家才觉得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先给我补充一个，我身边赚钱的朋友，就股市获利了结，你猜他钱投哪里？买房啊，买房买地嘛，对对不对？就买房，就典型中国人呢。而且最扯的是，我身边还有这个长辈，他买房买到哪去了？他买到大陆去了，你知道吗？就他觉得台湾投资标的不好，他跑到大陆去买房啊。就他这各种股市获利了结，他不是再加更多的杠杆丢回股市里面去，而是他获利了结之后，他留了一部分流仓在股市里面去，然后呢，他腾出来的钱，他要落地为安嘛，入袋为安，所以他就去买房，因为不然放着，因为利率很低嘛。对，而且我跟你说，不单单是这个在大陆买房，你看啊，中国的富豪虽然有一个就是以前做游戏很早的，这个也在上海的嘛，陈天桥、盛大，然后他发财了，跑到美国去，然后跑到美国去干嘛？人家想跑到美国去，你肯定得搞高科技啊什么的，不，跑到美国去买地。他现在是美国最大的外籍地主之一，然后什么在那个也是中国大陆一个什么富豪，然后跑到澳大利亚买地，他后来被叫停了嘛，因为那个澳大利亚也是这个昂萨社会，但是之前他打算买一块多大的地，买那块地的面积要超过浙江省所以我就说一等人，忠臣孝子2件事，这个读书耕田，这是非常非常中国人的思维。其实我就想补充一下，韩国情况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知道李在明上台了之后，不是有1年的时间一直在说要打击
多套房的持有者，让大家把房子抛出来。然后因为我有很多的韩国朋友，我见面的时候都在跟我说李在明太烦了，因为我在首尔有好几套房子嘛，我没有办法拿着的话太费钱了，就必须要想办法把它卖掉，它有时间限制嘛。但是如果我们看数据的话，打击了1年的这个房地产，到现在为止房地产还是涨上去了。就是历史哥讲的，就是你在股票里边获利了之后，他又重新投回到了房地产。李在明的改革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你去买那个很贵的房子，它限制你贷款的额度嘛，你买一个什么几千万的房子，你可能只能贷一点点钱。但是如果你在股市里边你赚了很多钱，你可以拿现金去买的那个情况之下又不一样了。所以到最后大家还是很多人回到了这个楼市。那你想想看，其实最受伤的人是什么？就是我股票也没赚到，我房子也没买到，房子还涨上去了。对，我听下来你的这个逻辑其实就是以前买不起房的人，他经过这一波的洗刷之后，还是我们这样说吧，虽然说这样说不好，但是资本主义或者这种金融导向下的这种经济模式其实非常考验一个人的认知的。就是你这个钱，你如果认知不够，你靠运气赚的钱，你一定能够凭本事把它给全部给亏掉。你说的这个东西非常符合韩国现在有一帮人是怎么说的呢？就是说你亏钱了，你不要怪李总统让你去炒股，因为是你自己的认知不够。然后说什么股市涨成这个样子不是李在明推的，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反例，你知道吗？2024年12月份如果尹锡悦没有做戒严的话，现在还是尹锡悦做总统啊。尹锡悦做总统，难道这波 AI 高潮，难道这波半导体的暴涨就不存在了吗？如果是尹锡悦的话，那不还是在吗？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不是还是要去炒股吗？所以他们说，那你这个不能怪李总统，不能怪李总统啊。那你这个赚钱了，你也不能赞美李总统啊，怎么这个对不对？这个也说明啊，现代韩国人总是强调自己是基督教国家，但是呢，其实啊一说话就露馅了，还是中国人，还是儒家文化圈。刚才这几句话呀，非常能够体现我们刚才你看反复的这个 callback， 一等人忠臣孝子。其实啊，听下来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呢，在股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东亚是各有各的问题吧。像刚才历史哥说的，第一岛链上面，其实它相比说欧洲，它更能够承载美国作为一种叫金融溢出或者产业溢出的这么样一个作用。因为欧洲跟美国在2战以后，他们更多的是属于盟友的状态，而整个第一岛链上面，对于美国来说，更像是它的一种军事和金融殖民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主权的压力上面是不一样的，在这个外交啊，或者在这个国防啊，在财政在产业上面的等等自主权，其实第一岛链上面的这些实体，不管是日韩也好啊，菲律宾也好啊，甚至是我们说这个台湾地区啊等等等等，它在美国面前是很缺少议价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不像欧盟，你看欧盟它每年这个重头大戏就是给这个7巨头在欧盟开罚单嘛，反正我已经不跟你们竞争了，但是你们一定要交点保护费，从我这赚这么多钱，你们要交点保护费。但是你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日韩对吧，菲律宾冒天下之大不韪敢给美国人开罚单，这种事情闻所未闻。所以说这个确实是。然后呢，韩国的这一次我觉得它确实也是体现了一种我们说这个在一个大变革时代下，它相当于在夹缝里面求生。我觉得李在明的这种腾转挪移的这样的一种方法啊，因为我们其实在李在明上台之后，我跟历史哥做过蛮多期节目，就是我觉得李在明这个总统他作为一个小国领导人，我觉得他相比我们今天放眼世界来看，他其实做的非常是有声有色。就是有些人可能是天生擅长做小国领导人，你该说不说，可能就是有天赋。那很多的小国领导人喜欢一下子，比如说高市早苗，对吧？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在干什么，然后你就觉得哎呀太拉了，就是连聊他都懒得聊。一开始我们聊一聊，后来说哎呀高市早苗不要再聊了，聊不动了。但是你会发现李在明，哎，他总是能给你整点新活，而且他给你整新活的时候呢，他是能够让大家都感觉很舒服的。我觉得这是李在明的一个特点，但是他也侧面反映了韩国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刚才我觉得张哲你提到的几点，我觉得是值得去深入探讨的。比如第一，就是韩国它其实是在中美的这个夹缝之中。首先它在政治、在经济、在产业、在金融上面，就如同你刚才所说的，它是深刻的受到美国的一个影响跟控制。但是同时你说它的一个巨大的市场是不是在中国？如果说没有中国的这一波的由于被美国卡着脖子的这一波 AI 的浪潮，其实韩国也挣不到这么多。你说它需不需要中国市场？它非常需要中国市场。可是呢，你说它需不需要接受美国的监管？它又只能认栽要接受美国的监管。然后比如第二，我们说这个产业叙事上面 AI 叙事上面，这一波的这个股市景气，它的来源直接就是来源于美国的这个 AI 叙事。美国的 AI 叙事就是，如果你要想要训练 AI， 那么你就需要金铲子。而英伟达的这个金铲子呢，可能比如说韩国也好，台积电也好，他们是负责
责做这个产饼的，或者说生产那个铁锹那个部分的。你说的重不重要？哎，很重要。所以它整个叙事的逻辑是通的。然后呢，哪怕是在中国大陆在做 AI 的人，他也会说 OK， 今天中国确实金铲子这一块是我们的短板。所以说不断的在叫做论证，或者说在支撑这个 AI 叙事的不断的继续往下走下去。可是所有人又在担忧，就是说你这个 AI 叙事到底能够走到哪一步？所以你会发现 OK， 韩国他上这个车跟 SK 海力士的这个财阀，他的高瞻远瞩有没有关系？是有关系的。可是呢，你将来这个故事讲到什么时候，是韩国人自己没有发言权的，就韩国人不决定什么时候这个故事结束。就韩国人说 OK， 我今天刚好上了这班车，我就吃这个红利。但是这个故事什么时候结束，他自己说了不算的。他并不是说我努力，然后呢，那个电梯不再往80层走的时候，我在电梯里面使劲做俯卧撑，他也不能够终结这个叙事。然后呢，事实就是中国在一旁，他又不断的在挤压这个叙事的空间。你看他的几次所谓技术型调整，是不是都是因为不管是中国大陆这边出现了利好的信息啊，他要技术性的跌一下，或者呢美国那边出现了叙事性的滑坡啊，他这边要跌一下，你会发现他其实又受到这样的控制。然后呢，我们说回到韩国国内，韩国又有几点是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第一，为什么急功近利？我觉得这个跟制度走极端是有关系的。首先呢，韩国你会发现他的总统就5年，而且我们刚才说了嘛，中间会有一个国会大选。如果国会大选你这个执政党选输了的话，而且一般在这种德摩克拉西里面，大概率中期选举会选输，大概率啊，我们不说绝对。所以对于一个总统来说，他的有效统治时间大概就是前面的一半时间，因为你一旦国会那边输了就跛脚了嘛，你就可以等下台了。那他前面就大概就是有3年的有效统治时间。那对他来说，就是我所有的政策我必须要立刻见效，我不能说等着中国搞什么5年计划、15年远景规划，不行的。就是我现在3年，所以呢，我1年就要见效，2年我要吃点补药。第3年的时候，我要开始打选战，这个是他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事情。所以他的技术或者说他的很多政策，我觉得他没有很多的容错空间，或者他没有很多的，比如说回撤的一个空间。他今天我扔出来一个政策，我就追求他明天能够立刻见效。那么在社会层面上面来说的话，之前大家就说，哎，那为什么他一定要鼓励大家炒股？因为他如果不鼓励大家炒股的话，那他这个政策就不能够立刻见效了。所以有的时候他的政策就跟他的选举一样，都是在打一场选战。然后他还有一个就是说，像韩国，由于他是这个在金融上面或者产业上面，它其实缺少一个自主权，所以说中国大陆是有这个外汇管制的嘛，所以说其实你这种游资很难去把中国股市搞得非常的混乱。当然中国股市有中国股市自己的问题了。中国股市，我昨天跟一个朋友聊天，然后他说，肖哥啊，你在聊股市的时候啊，非常像一个美国人。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跟我聊的都是价值投资，但是啊，大 A 不能只讲价值，大 A 还要讲博弈。然后所以他说，肖哥，你输就输在啊，你已经研究明白了美国人，但是你还没有研究明白中国人，你出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不能说这个是好还是坏啊，就是说中国股市它在这个政策上面，外资是没有办法快进快出的，它不像韩国。韩国是这样子，首先呢，韩国央行它并不具备像美国美联储那样子对于全球金融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所以说它自己的加息降息，它可能更多只能够影响到韩国国内。然后呢，外资一旦它要进入韩国，那么它就要先把它手上的美元换成韩元，然后进行投资。那么这个时候呢，韩元就会显得好像水涨船高，越来越有价值。但是一旦这个外资要撤离的时候，他就会把手里面的这个股票抛掉，然后呢把韩元换成美元，然后直接走人。它其实不单单是韩国的股市会往下跌，韩元的价值也会往下跌。那么一旦是你股市跟货币都在往下跌的这个时候呢，它对于这个经济的信心其实伤害是非常大的。那么回到国内的情况下，那刚才张哲你说他的目标是打击房地产过热，然后让大家给年轻人寻找更多的通道。可是我们会发现，之前很多已经在房产上面上车的人，他其实是这个社会中相对来说比较中间的力量，而且由于他手上有资产，所以呢他的认知或者他的承受风险的能力更高。那么他的认知或者他自己在这个金融市场上面的这种动作呢，会相对不容易变形，他可以承受技术性调整。可是呢，当年买不起房，或者说认知较低，或者说那个抗风险能力
力较差的那波，你说底层人也好，或者说年轻人也好，他这波杀进股市了以后，他靠运气赚到的钱，他因为认知不足他又输掉了，反而他又没有办法让他买得起房。就是我觉得你说李在明他的很多思维是不是正确的？假设他能够干2届，他不是5年，他是干10年，他的很多政策可以用比较长的时间去实践，他其实可以不变形的。但是由于他只有3年的有效统治期，也就是他在3年中必须要见效，导致他很多事情就容易变形，然后整个社会又会跟他变形。就我觉得跟当年那个文在寅他当年想要搞的那些事情是不是有点类似？其实当年文在寅也想搞那些事情，但是呢他在打击房地产的时候呢，一不小心打击到自己人了，打击到这帮江南左派了，然后一下子这个政策又变形了。我觉得很多事情好像就是你说逻辑上面没有问题，可是你说时间给不够，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我非常同意你说的那个说法，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如果我们从你那个延伸出去啊，我们就回到那个房地产这个问题上面来看，其实真的要解决房地产的问题，你主要是要解决供需的关系，要提高更多的这个房子入市嘛。但是就像你讲的时间问题，我总统上台了，然后我现在立项去造房子，等到这个房子造完入市的时候我都已经下台了，所以这个就导致什么，就是动作变形嘛。所以我要短期之内我只能拼了命的去打手上有好多房子，让他把房子脱手呀，这些房子入市了之后，这个才是短期可见的嘛。所以就导致什么，就是真正要改变的那个问题是供需关系的问题嘛，没有去做这个，对吧？你要就让更多的房子入市嘛，新造房子。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什么问题啊，就是韩国已经都集中在首尔了，首尔没有那么多的土地，这个是韩国现在的一个困境，就是首都圈首尔好房子好地都已经造光了，那你现在如果再去造的话，你造在一个边缘地区，是不是真的有年轻人愿意去买？这些问题其实不是说哪个政治人物上台了我就可以解决的，我其实解决不了。然后还有一点，其实就是我同意你那个讲法，然后我也觉得这可能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困境，就是可能李在明也知道，就是我这个东西是一个没有那么快见效的，但是因为他老百姓他就是要等着要看这个东西马上发生效果，老百姓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啊。我今天投票投了，你就希望你上来做一个救世主嘛，马上把我从水深火热当中拯救出来。但是现实是你现在在那个状态，不是谁都能救得了你的，还是得你自己去救你自己。说难听点，你都知道你关心韩国政治，韩国哪个领导人他能救得了他自己吗？这个过5年之后你连你自己都救不了，你还想着他来救你？李在明现在手上有一堆的那个案子，他一进入跛脚阶段，你看最近的新闻，连尹锡悦的那个总统职位，前总统都要被推翻了，你看到吧？他如果犯决生效的话，曾经做过总统这件事情都从历史上都抹除啊。然后现在那个6·3地方选举选上首尔市市长那个吴世勋，他这个首尔市长的这个位置都要被撸掉。韩国的这个政治斗争不是说你这个总统来救你啊，他上这个位置他先想着他救他自己，跟川普一样啊。你看问题是我自己都救不了情况之下，你怎么能指望他来救你？但是民主政治里边所有的选民他都是这样相信的呀，他就是信这个人能来救我，我就是听他说的来动作。尹锡悦忽悠的人那不是更多吗？那现在都被忽悠全了都，现在还在那里说我们大韩民国所有的问题都是中国造成的。你说最笨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啊？就是说啊，我不相信李在明，所以这波人工智能的暴涨我都不信，我连股市都不碰，李在明阶段的所有的这个财富可以增值的东西我都不去碰的，那个是最笨的人嘛。肯定是有非常多的这种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很理性嘛，但是如果你真的来深入来思考这个问题，就像你讲的，时间尺度是完全对不上的，他到底说到底是个凡人啊，对吧？历史哥刚才讲了嘛，就是2个财经首长都出来道歉，那财经首长他自己也不知道啊，他自己之前也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啊，他第一次进这个总统府就跟第一次投胎做人一样，他也是第一次啊，他不知道。这2个首长可能心里面在说，哥们儿以前炒美股的，我哪知道韩国股市会这样啊？你包括你像之前你记不记得那个政策市市长金融范曾经还出来说过，他说 SK 海力士跟三星电子有超额利润，然后拿这个东西分给老百姓回馈渔民，那他可能就随便一说的嘛，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然后被人家抓出来说，哎，人家那个公司的钱你怎么去分啊？人家企业自己的盈利，人家交税你怎么去分？然后没办法再出来再找补，说哎这个有超额税收，对吧？我们只是去分那个税收，国家是可以做这个事情的。但是如果你回过头来想这个逻辑，他如果一开始就是脑子里很清楚是有这个概念的，我是来分超额税收的话，他又怎么会去说超额利润？他不会说这个话。对啊，就是很明显是后面就找补圆回来的嘛。毕竟你不是美国人，美国人可以说这话的，美国人直接来首尔跟他们说，你们的这个超额利润要跟我们美国人分享，对吧？
You stolen money from us 你看吧，你讲这个话就很标准的一个，就川普说的话嘛。你觉得是一个就是很 decent 一个政治家，他不应该说这样的话的，没头没尾的，像开玩笑一样就随便说的嘛，莫名其妙就冒出来了。但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就是这些政治人物就是在这样说话的。韩国情况还好一点，韩国还知道跑出来跟你道歉，美国是不道歉的完全。台北也是都不道歉的，到现在没人要道歉。这个毒友搞了1个月，到现在没有人下台，没有人道歉，所以我们都干得非常的好。这个陈时中出来说，我们干得非常的好，我们都没有任何疏失。这个晒阳光、喝水都有风险的，所以这个很正常，这个有风险也很正常。我觉得如果说要平移过去的话呢，其实就是刚才那个政策司市长不出来道歉，而是直接出来跟那个股民说：“是我逼你买的吗？是我逼你买的吗？我没有逼你买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也是非常感谢张哲，但是现在这个时间问题，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而且韩国呢，它是一个话题性非常非常强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将来呢，我们也期待说能跟你有更多的这个合作，就是岛连线成这个正文3台，我们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讨论的一个机会。好吧，谢谢。然后呢，今天呢，我们也就暂时先聊到这里。如果说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或者你有自己的更多的想法，还有更多的这个你想要分享的一些观点，也欢迎你在评论区来补充你的观点。然后呢，如果说你对于我、对于历史哥或者对于张哲，你还有更多的问题，你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给我们补充。如果说我们看到比较好的那个问题的话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个回复。然后呢，大家还要想听什么其他的话题，也非常欢迎大家在这个评论区里面点菜。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暂时到这里，祝大家变得更强，超越极限。好，拜拜，拜拜。